2026年7月4日，烏克蘭突然公布了一組畫面，黑海局勢也因此多了一絲火藥味。鏡頭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親自現身歐德薩，幾輛導彈發射車的發射筒緩緩收起，而裡面裝着的正是美制魚叉反艦導彈和挪威 NSM 海軍打擊導彈。很多人覺得不過就是2款反艦導彈，有什麼大不了的？但真正改變戰爭的從來不是某一件武器，而是武器之間開始連成一張網。而這一次烏克蘭展示的正是這樣一張大網。那麼問題來了，一款誕生於冷戰時期的魚叉，為什麼直到今天依舊活躍在世界各大戰場？另一款年輕得多的 NSM 又憑什麼被稱為新一代反艦導彈的代表？更重要的是，當魚叉、NSM 無人機、岸基雷達以及衛星偵察全部連接到一起以後，究竟會爆發出多麼可怕的戰鬥力？今天我們就借着這次事件，徹底講透魚叉與 NSM 以及現代反艦作戰為什麼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要想搞清楚為什麼幾輛岸基大卡車能把萬噸驅逐艦逼入絕境，我們首先得看一眼現代海戰的演变歷程。如果你穿越回冷戰時期，去問一個蘇聯紅軍的指揮官怎麼消滅美國的航母戰鬥群，他給你的答案絕對是4個字：飽和打擊。在那個最瘋狂的年代，華約陣營的世界邏輯可以用大力出奇蹟來形容。比如大名鼎鼎的花崗岩反艦導彈，體積大的像一架戰鬥機，重達數噸，飛起來就是超音速甚至高超音速。它的目的很簡單，在幾分鐘內扔出去幾百枚导彈，用絕对的数量和速度徹底承包敌方的防空雷達。但時代变了，隨着現代科技的爆炸，戰艦的防空網發生了結構性的質變，從相控陣雷達到秒級響應的垂直發射系統，戰艦的眼睛越來越亮，反應速度從當年的分鐘級縮短到了如今的微秒級。這時候，如果你還造一個幾噸重的鋼鐵巨獸，在高空飆速度，在幾百公里外，你就會像黑夜中的探照燈一樣，被現代相控陣雷達牢牢捕捉，淪為防空導彈的活靶子。於是反艦導彈的進化路線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隱身化、靜默化、網絡化。現代海戰不再追求中世紀騎士般的正面決鬥，而是講究悄然而至，一擊必殺。導彈的體型被大幅度壓縮，軌跡死死貼着海浪，制導方式從大功率雷達搜索變成了無輻射靜默突防。簡而言之，反艦導彈已經從重裝騎士演變成了隱形刺客。而烏克蘭在黑海玩的恰恰就是這套把刺客戰術發揮到極致的不對稱打法。在這張黑海捕魚網中，最先到場、名氣也最大的當屬美制 RGM-84魚叉反艦導彈。魚叉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1970年代。1967年第3次中東戰爭中，埃及海軍用蘇制明河反艦導彈擊沉了以色列的埃拉特號驅逐艦。那一夜的火光震驚了整個世界，也徹底敲響了美國海軍的警鐘。他們意識到自己急需一種通用的反艦利器。為了對抗蘇聯日益龐大的水面艦隊，麥道公司臨危受命，搞出了全軍種通用的魚叉導彈，並於1977年正式服役。在隨後的近50年裡，它衍生出了無數個改進型號，出口到了全球30多個國家，成了西方陣營當之無愧的反艦標配。很多朋友可能會問，一款服役了快50年的老導彈，憑什麼到了2026年還能讓俄羅斯海軍如此忌憚？答案就藏在它不斷升級的性能裡。先來看看魚叉反艦導彈到底強到了什麼程度。首先是動力系統，它塞進了一台小型的涡輪噴氣發動機，雖然不像蘇制導彈那樣能飆出幾馬赫的高速，但高壓音速的飛行帶來了極高的省油效率，這賦予了它124公里到280公里的有效射程。部署在歐德薩沿岸，它的火力半徑能輕鬆覆蓋黑海西北部的大片海域。其次是它的制導邏輯，魚叉採用的是中段慣性制導加末段主動雷達制導。在發射初期，它像一個瞎子，但卻是一個極其冷靜的瞎子，死死貼着海面幾米的高度，悄悄躲避敵方艦載雷達的早期探測，直到飛抵目標數十公里內，它的導引頭才會突然張開，向裡頭發現獵物的鯊魚，開啟主動雷達，鎖定敵艦，發動致命一擊。最殘忍的是它的彈頭，227公斤的高爆穿甲彈頭，它不是在觸碰船體表面時立刻爆炸，而是憑借強大的動能，硬生生撕裂艦體的鋼板，鑽進軍艦的心臟部位，然後再引爆。利用剧烈的2次殉爆和大火，徹底剝奪一艘萬噸巨輪的生命。但在烏克蘭，由於沒有大型驅逐艦做載體，烏軍把這套系統玩出了游擊戰的味道。西方援助的魚叉被高度模塊化的偽裝安置在民用大卡車底盤或者集装箱裡，今天在樹林裡發射，明天就卸了，偽装在公路上跑。这種打了就跑的特性，讓俄羅斯高空的無人機和衛星抓瞎了。實戰是檢驗武器的唯一標準。2022年6月，俄軍一艘前往蛇島運輸防空系統的高級救援拖船瓦西里貝赫號，在黑海海域被2枚魚叉導彈連續命中，當場翻沉。這次點穴式的打擊直接切斷了俄軍對蛇島的生命線，逼得俄軍不得不撤離蛇島。
雖然魚叉足夠皮實，但作為冷戰老將，他有一個致命的軟肋，那就是他的電磁特徵太明顯。他在末端開啟的主動雷達，等於是對着敵方的頂空大喊：“我要進去了！”一旦遇到擁有完善電子戰干擾機和密集陣近防系統的現代化軍艦，魚叉的突防成功率會大打折扣。所以，為了讓老將的重拳能夠100%砸中目標，烏克蘭在2026年迎來了他的完美搭檔——挪威 NSM 海軍打擊導彈。如果說魚叉是烏克蘭手裡用來壓陣的重劍，那麼在2026年7月首次公開亮相的挪威 NSM 海軍打擊導彈，則是那把真正讓人摸不透、防不住的無聲利刃。說到這兒，就得聊聊挪威這個國家尷尬的海防問題了。挪威的海岸線遍布着無數錯綜複雜的峽灣、島嶼和淺灘，在這種被稱為棕水的近沿海環境裡，傳統反艦導彈的主動雷達很容易被沿岸的礁石和山體反射弄瞎，根本弄不清哪個是軍艦，哪個是石頭。於是，挪威康斯伯格公司一拍腦門，在2012年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反艦邏輯，造出了這款專為近岸絞肉設計的第5代反艦導彈。我們把 NSM 和魚叉放在一塊對比，你就能明白挪威人的心思有多細膩了。首先就是它的隱身能力，相比重達600-700公斤的魚叉 ，NSM 全重只有約400公斤，整個彈體大量採用碳纖維复合材料，再配合稜角分明的外形設計，盡可能減少了雷達波反射。這意味着敵方雷達發現它的時候，往往已經沒有多少反應時間了。對於一枚本就貼着海面飛行的反艦導彈來說，每晚發現1秒，留給防空系統攔截窗口都會被進一步壓縮。其次，被動紅外成像技術正是它最恐怖的殺手鐧。傳統反艦導彈大多依賴主動雷達搜索目標，雖然找得快，但也極易暴露自身目標。而 NSM 完全不同，它在飛向目標的過程中幾乎不會主動發射任何雷達信號，始終保持無線電靜默。導彈機頭裡的紅外成像導引頭會不斷捕捉目標散發出的紅外特徵，再與數據庫中預存的目標模型進行實時比對，確認目標身份。因此，敵艦上的雷達告警系統往往直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已經被鎖定。很多時候，当防空系統真正發現它時，導彈已經進入了最後的攻擊階段，留給攔截的時間往往只剩下短短幾秒。更厲害的是，它還具備目標識別能力。傳統反艦導彈鎖定什麼就撞什麼，至於是不是高價值目標，很多時候只能聽天由命。而 NSM 不同，它能根據目標外形判斷艦艇類型，區分護衛艦、驅逐艦、補給艦等不同目標，並結合攻擊角度自動選擇更有利的命中位置。例如艦橋附近或者影響艦艇作戰能力的重要區域，目的不是簡單擊中目標，而是盡可能讓一發導彈打出最大的回聲效果。這也是第5代智能反艦導彈與傳統反艦導彈最大的區別之一。最後就是它最難纏的末端突防能力。很多人以為反艦導彈最後就是一直飛，其實並不是。進入末端之後， NSM 還能依靠優秀的機動布局，連續完成高過載機動，包括蛇形規避、突然拉升，甚至改變攻擊航向，不斷打亂敵方火攻計算。對於近防炮來說，攔截導彈本質上就是不斷計算提現量，而目標一直持續改变軌跡，火控結算就必須重新開始。哪怕只慢上0點幾秒，都可能意味着整套攔截徹底失敗。也正因為如此， NSM 一直被認為是目前全球最難攔截的亚音速反艦導彈之一。這就是 NSM， 一個將隱身、靜默和智能發揮到骨子裡的21世紀刺客。它的到來徹底補齊了烏克蘭海防的最後一塊短板。聊完了這2款導彈的設計，很多朋友會問，烏克蘭連一艘像樣的驅逐艦都沒有，導彈再好，它在岸上怎麼知道敵艦在哪兒？它怎麼打得中？事實證明，在現代網絡化海戰面前，傳統的大船巨炮思維正在成為一種落後的觀點。烏克蘭之所以敢宣稱建立起了網絡，是因為他們把這幾種武器和北約的神經網絡焊死在了一起，玩出了一套分布式協作體系。這套體系的運轉邏輯極其冷酷。第一步是分布式傳感器织就的天眼。岸基導彈最大的痛點在於，由於地球曲率，卡车雷達看不到100公里外的海面，但烏克蘭沒有，不代表北約沒有。通過在黑海上空巡航的北約電子偵察機、高空無人機以及商業合成孔徑雷達衛星，俄羅斯黑海艦隊任何一艘離開港口的艦艇，它的坐標、航向、航速在幾分鐘內就會變成一串串代碼，通過加密的 Link16 數據鏈傳送到烏軍的沿岸指揮所。甚至烏克蘭散布在海面上的成百上千艘低成本自殺無人艇，此時此刻都在充當移動的海面光電觀察哨，把最真實的試軌數據實时回傳。第二步是多彈齐射的交叉绞殺。一旦高價值目標被鎖定，發射的指令不是由某一輛卡車決定的，而是由更高层的自动化系統在時間軸上進行精準算力对齐。在攻擊發起的那一刻，烏軍會祭出經典的群狼戰術，首先發射的是烏克蘭國產的海王星或者老式的魚叉。這些導彈在飛行時會故意提高一點高度，大搖大擺地釋放雷達信號。他們的任務不是為了擊沉，而是為了當誘餌去吸引俄軍艦艇的雷達注意，從而強行調動他們的艦防系統，承爆他們的火力通道。
就在俄軍的防空系統被第一波魚叉搞得焦頭爛額的時候，在雷達死角的掩護下，那幾枚完全靜默、形體隱身的 NSM 導彈正死死貼着浪尖，從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悄無聲息地切入戰場。當俄軍還在為攔截了前面的魚叉而慶幸時，隱身刺客已經完成了最後的點殺。這種一明一暗、雷達加紅外的雙模式絞殺，直接把黑海海面變成了大國的鐵血絞肉機。而這種不對稱體系的成型帶來的結果是毀滅性的。第一，它完成了對黑海艦隊的戰略絕育。俄軍艦艇只要離開港口超過50公里，就會進入這個死亡網絡，這逼得他們只能把主力艦撤往更靠東的新羅西斯克港，徹底失去了對黑海中西部的控制權。第二，他用最廉價的方式撐起了烏克蘭的海上生命線。正是有了岸基反艦導彈的威懾，俄羅斯艦隊始終不敢輕易逼近敖德薩沿岸，烏克蘭才能在沒有大型海軍的情況下維持敖德薩港的正常運轉，讓黑海糧食運輸保留了一條寶貴的生命通道。講完了武器本身和背後的戰略邏輯，接下來我們把視角從黑海轉向更大的棋盤，從全球海軍的發展趨勢再來看 NSM 和魚叉導彈的真正意義。烏克蘭在黑海構建的這場大戲絕對不是一次偶然的局部衝突，它更像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巨型實驗室。烏克蘭給全球的海軍都帶來了一場關於生存的極限壓力測試。它帶來的第一個啟示是傳統的重武器大艦隊制勝論正在遭遇地緣科技的无情打臉。在過去，衡量一個國家海軍強不強，我們看的是它有幾艘航空母艦，有幾艘万噸驅逐艦，那是屬於大國的華麗的排場。但烏克蘭用赤裸裸的戰果告訴了全世界的中小國家，如果你面臨實力遠超自己的大國海軍封鎖，你根本不需要去耗費巨資建造那些容易成為活靶子的大型戰艦，你只需要購買足量的部署在卡车底盤上的隱身岸基反艦導彈，配合廉價的無人機和外援的衛星網絡，就能構建起一個低成本高韌性的全域打擊空間。這種科技制勝的本質是把戰爭的成本推向一個極不對稱的邊緣。一艘萬噸驅逐艦造價動輒10幾億、幾十億美元，需要幾百名訓練有素的水兵，需要幾年的建造周期。而一枚 NSM 導彈價格不過幾百萬美元，一輛發射車藏在樹林裡、集裝箱裡，成本低的像一個玩具。當技術不斷降低防禦的門檻，當廉價卻致命的反艦武器越來越普及，海上的較量就不再是誰的軍艦更大，而是誰更能讓對手不敢輕易邁出第一步。因此，任何理性的決策者在把艦隊駛向他國近海之前，都不得不反覆衡量那份可能無法承受的代價。當然，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永遠是長槍與劍盾的交替迭代，沒有任何一種武器能夠永遠保持絕對的碾壓。面對數量龐大的分布式隱形導彈，大國也正在開發更密集的反無人機手段，更強大的激光近防武器，以及更深層的網絡攻防戰。但這恰恰是國際政治最殘酷也最迷人的地方。武器的迭代從來不是因為人類熱愛殺戮，而是源於對未知的恐懼。2026年才剛剛過半，世界的格局已經在鋼鐵的碰撞中發生了裂變。大船巨炮的宏大敘事正在歐德薩海風的尖嘯中逐漸遠去，而屬於隱形刺客和數據網絡的黑海魚陣才剛剛開始。好了，關於烏克蘭黑海導彈網絡的真相，今天就和大家聊這裡。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改變現代海戰規則的技術博弈，別忘了長按點讚，一鍵3連。最後，火力軍留個問題給各位觀眾在評論區討論：在無人機、隱身岸基導彈和無人艇已經連成網絡的今天，你覺得傳統的大型航空母艦和萬噸驅逐艦真的要在未來的海戰中淪為時代的眼淚了嗎？又或者海戰的規則已經悄悄發生了改變？咱們評論區聊聊。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不見不散。